好。准备好。欢迎来到与男生有约，今天约的是郑南中。南中你好 ，Hello，自己是不是男神？不是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这行帅哥太多了，我不想当那个，我自己认为啦。但是男神的定义其实很多啦，在各方面都觉得很厉害的，就叫男神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跟杰夫的第一次合作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是那个我们的导演高崇凯导演，然后你来帮忙拍那个婚礼的 MV， 对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对，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觉得很厉害，很有型的一个。那时候我真的以为，你不是你的实际年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的困扰吗？几乎啊，就像，这是真的，就是我最近的作品是比较大家知道是阳光普照，然后在里面饰演一个老大。对，然后我去试镜的时候，我没有讲到年纪，我就自我介绍这样，然后导演看到就是问我可不可以来演这样，我很开心这样，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演什么角色，导演就说我觉得你的外形很冷，我想你这个人，你来演老大。我说老大是认真的老大嘛这样，然后当时认真的要不然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说我22岁。当时是22岁，我拍那部电影的时候22岁。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演好老大，然后钟孟宏就说你22，我以为我以为你32，他以为我33岁，32、33，然后后来因为我也习惯这件事情，可能我是菲律宾混血儿，跟长得比较着急这样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。那后来导演也觉得说没关系，你长得像就好，而且你讲话其实也没那么年轻，所以应该是 OK 这样。对，我觉得你的反差很大。好，你是混血儿，是，但是你的台语讲得很好。淡薄啊，还好啦，对，还好。然后可以，年纪很轻，但是视觉年龄又很稍微年长一点。这种反差来讲，对你来讲是适应的吗？非常适应啊，因为我觉得后来有仔细想想这件事情，因为从小家庭就没那么好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国小想学跳舞，然后我妈妈不让我去跳，然后我就选择自己去打工，因为家里也没有钱让我去跳舞，我自己去打工去学跳舞，然后从那时候我才知道钱怎么那么难赚，从那时候就知道钱很难赚这件事情，所以从国小之后我能不跟家人拿钱我都不拿。就是会变得比较贴心，在家庭这一块，然后我觉得家庭影响我蛮多的，让我好像比较早熟一点这样。爸爸是那个，爸爸是台湾人，然后妈妈是菲律宾人。对。菲律宾话也是会吗？这要这样讲好了，因为妈妈来台湾，然后妈妈什么都不会，她第一个会的语言是台语。她在我们工厂待了1-2年，然后所以很会讲台语。我妈从小就一直跟我讲台语，然后直到比较到国小的时候，她才觉得奇怪，我小孩怎么不会我的母语啊或英文？她跑去报名英文班，可是我那时候非常的叛逆，因为我喜欢上跳舞，所以我坚持说我不去上英文，然后我一定要去学跳舞这样。连英文老师都打电话说，就是连第一堂课都没过，就说小孩一直在乱，他根本没办法上课这样。所以我到现在都其实英文也很烂。所以你从小叛逆因子就在。可是我的叛逆不是坏的我的叛逆是我想要去做我开心的事情，而不是做坏事。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老师在自己那边练，我觉得哇天哪，怎么跳舞那么好看那么帅，我就爱上跳舞这件事情。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演戏？喜欢上演戏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，就是我出道现在5年了，对，然后其实前面3年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我说不知道自己干嘛，是因为比较没有人在教，也没有人知道方向。
没有人告诉我方向。可是直到这2-3年接触了表演，就是认识了表演老师啊，或者是参加了很多表演课，才知道表演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在过程中去了解故事、了解角色，然后才知道表演是什么。也是这2年让我爱上表演的东西啊，我自己觉得。其实你的外形真的很好，你有去用这样自己的这种优势去争取到一些机会或者什么吗？我必须讲真的，就是蛮多人会 care 混血儿的。这是真的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混血儿出现在一个故事里面会蛮突出的。我之前有一部电影，然后那个导演是这样把我推掉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。他就说太突出了，他不想要电影有一个那么突出的人这样。然后我之前因为之前有一个广告的导演也是说你可以转行了，你这个混血就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我那时候心就想说奇怪，徐伟你也可以啊，然后凤小岳也可以啊，那为什么我不行？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没有想到菲律宾，比较偏向于原住民这个。是，对，很多人会误会。混血却阻挡了你的那个。我自己对我来说，这个没有到完全阻挡，可是有人这样说，可是我不会去听那个东西啊。就我还是把自己的表演顾好，这样，因为我相信表演的好应该是没问题的，这样。我自己认为啊，我不会因为外形就让自己放弃这个东西，因为当然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件事情。对。那在你短短的5年当中，哪一个作品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？2个吧，第一个就是出道作品《小贺》啊，因为应该是打破很多记录啦，就是电视剧444集，然后我们从15年拍到17年，我们拍了2年。就是很少一部戏可以拍那么久，这样。然后对我印象深刻，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角色，就觉得哇，好新鲜哦，然后可以跟这个工作处那么久。那第二个，我觉得就是《阳光普照》这部电影，就让我知道，因为我对戏的是吴建和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，就是不管是金钟、金马都是有入围啊，然后自己就很喜欢他。然后很有趣的故事，这我可以讲一下，这样就是。我在1个月前就拿到那一场的剧本，然后我很紧张，因为金马导演、金马的制作团队，然后金钟影帝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紧张，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表演顾好。然后就在家揣摩了很多方式啊，然后那天到现场，导演就说：“来，剧本丢掉吧，我们重写一个剧本。”然后我真的慌到一个不行，因为导演说我们来写实一点，他就问了现场的大哥，他真的请一个大哥来。他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在录人的时候会问什么问题？这样，然后就啪用了1页多的剧本，这样，然后就疯狂的这样消化。好，我消化完了，我就问建和，我说建和，我们来对个词吧，因为通常要对词嘛，才知道你会丢什么东西。对，建和就说不用了，我等一下怎么演我也不知道。我真的是脚在发抖，因为我很怕，因为我们那场戏是要封道路的，然后有时间限制，所以我压力非常大。然后有2台机器在拍我就很紧张这样。然后可是，一到了现场，坐上车，吴建和的状态让我整个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就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很当下的东西。因为他做得到，那他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到，所以那时候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《阳光普照》这一场戏里面。所以他的表演方式是可能稍微比较即兴，他坐在那边你就相信这个人，他在演这个角色的状态之下，他就变成那个人，但是你还不知道，这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表演方式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当然他说的当下也不是乱丢台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好，因为你这样跟你对戏的演员如果接不到怎么办？对，可是他还是就是台词都是在可是状态他给你全部。他说的当下是那个状态，因为他是被掳的那个人，对，所以他很相信当下这个东西，所以就叫我不要紧张，我们就直接来。然后也很幸运，就是其实拍2颗就过了这样，所以印象真的蛮深刻的。电影里面
只有2场戏。我本来就知道，我本来就知道只有2场戏。但那时候找我演的时候，他说钱不多。我说什么钱？你不给我钱，我不要演。因为周梦红导演是很难得的机会，这样。我说你就算没有钱，我付钱，我也想去演，因为我想知道。导演是怎么引导演员啊，或者是引导整个团队进入到那个状态，所以我是很兴奋。所以不管几场戏，或者是钱很少，或者怎么，因为国片预算会比较低一点，但我觉得我超不 care， 因为我也因为拍这部戏也让别人看到，好像有不同面向的男中。对，第一次看到你会觉得搞笑，然后在外面就是很活泼，然后对人都是哈啦很多。是。事实上的你是这样吗？应该说，在很多好朋友圈里面，就是我比较喜欢人来疯，算吧。就是有个人跟我讲说，他觉得好像人家丢什么我都接得到，然后气氛就会变得很快乐。那我自己很喜欢那种感觉，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蛮喜欢这样的。你是不是偶尔也是个悲观的人？是偶尔的，还是比较长时间的？应该说悲观是绝对会有的。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出来住啊、工作啊，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。然后，可是我比较不喜欢跟大家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是给人家困扰，就是我要去安慰你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自己觉得啦。然后我也不喜欢一直讲负面的东西。然后我会 po 那个东西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那时候上了一个表演课。然后刚好跟我的状态很搭到这样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每天自拍笑笑的这样，笑笑自拍，可是每个人都说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奇怪，你怎么看得出来这样？然后我们在表演就学到一个，就是你不用做什么事情，可是你什么都做，因为你的真的状态就是在那边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有看到吴鹏凤大哥的戏，他那场戏，他就站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哭了。我就完全吓到那个东西，就是你不必做任何东西，可是你以为你什么都没做，可是你什么都做了，因为你就是如果你相信那个状态的话，那它就是会产生。然后我觉得刚好遇到我的状态，然后遇到吴鹏凤大哥的表演，然后表演老师的指导，让我很想要去分享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。所以你是一个心思还蛮细腻的人。你觉得乐观跟悲观是不一样的。遇到事情，就像可能没工作，或者是爸爸妈妈亲戚突然问你，你以后不演戏要干嘛？就有时候这种问题就会让我陷进那种东西。但其实我平常是蛮乐观的。我相信。耍一口根呐！你娘你莫搞哦！回家啦。说他金子吗？来啊，金子在这边啊。金肉。你演戏是，如果是没有学过的话，那可能是从自己的自身经验而来的哦。因为我是读电影电视科，可是我没有在真的学表演这件事情。表演是真的出道之后才接触的。这样，其实一开始演戏，你很难讲进入角色，表演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进入角？对我来说啦，然后我第一次演戏，你背台词都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太紧张了。就是那时候，我第一句台词，我也怕让姐夫知道，就是我 NG 了30-40次，30-40次。然后因为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读书生，然后我需要背文言文，然后我就背，然后到隔天要拍的时候，早上收到导演的讯息，我们来改这一段。那一段是乃出自北宋，黄庭坚句是勉，士大夫3日不读书，则义理不教胸中，对进爵面不可正，向人则语言无味。5年了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它这已经变成你的血液里的一部分。一开始拍戏，你连台词都讲不好，你很难讲说你进入角色。刚开始是这样，刚开始一定是这样。是慢慢的，当然就学会怎么看电影或看人。以前不知道原来观察人是那么有趣的事情。就像钟孟宏导演找我演大哥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好有朋友是这一块的，然后我就那几个月就很常跟他出去，我很喜欢看那种哥哥的状态，
或者怎么的状态，然后才能去从他们身上去拿一点东西，对，之后才会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东西。你有想要演出的角色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类型的电影？最想的一定就是神经类杀人之类的，有想过这个，但我一开始最想演的是动作片。动作片，就是因为以前喜欢看港片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男生拿枪怎么那么好看，或者很帅啊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以前都被那种演员吸住，就觉得以后如果我可以拍陈木胜导演的电影啊，拍动作片，哇，是不是很棒？这样，所以我觉得神经类或者是比较怪里怪气，就是比较特别的，像可能视觉失调也很想尝试，想知道自己如果变成那样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动作片当然很喜欢这样。哦，外形好的会想朝偶像那方面去发展。可是我完全没排斥，只是姐夫问我说，心目中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当然前1-2年就是这个。那你说像偶像剧，当然也是很棒的尝试这样。有没有影响你最深的一个演员？影响我最深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是黄渤。一开始认识他是我比较晚认识他，因为以前比较没有注意这些东西。然后那时候是因为《西游降魔》，他演那个孙悟空，哇，天哪，怎么孙悟空可以演成这样？就是跟以往孙悟空酷酷的、帅帅的不一样，他是那种很神经兮兮，就觉得他把孙悟空诠释的另一种层次，然后觉得反正他应该就是很适合演喜剧啊，这样很厉害很厉害。然后后来是看到他跟林志玲演的《101次求婚》，他在里面演一个工头，然后追求一个名媛，然后我一直会觉得他长相比较特别，然后大家对他印象都是喜剧，会不会被定型或者是怎么样？可是我却在那部电影被他的表演感动，就觉得天哪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就是你喜剧也可以，你深情的也可以，就是你完全不会因为别人给你的标签而去变。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看到他的转变，我觉得哇，天哪，太厉害了！以后如果能这样，那我也要朝这个方向前进，就是不管喜剧也好，深情的也好，这样。目前的状态是可能在工作上来讲，可能稍微少一点，是有尝试另外的工作，或者是做一些，例如说打工之类的。打工应该是演员基本应该就是要了，而且我一开始是做便当店，因为其实很多人比较不清楚演员的工作是，因为演员常常试镜，或者是你想要进修表演，或者是突然要请假，可能1个礼拜要去嘉义拍戏，所以其实很少工作会想要让演员去做的。所以我找了非常久，才找到一个刚好正确认的便当店，是水煮餐店。然后我也跟他解释我的职业，他说好，你就来。然后一直到那边，其实一开始是拉不下来的，就觉得你自己拉不下来。这我也很敢承认，就是我一开始拉不就觉得，哇，我本来在荧光幕就是这样，然后哇，现在在帮别人装便当。其实那时候是有熬过差不多几个月才慢慢适应的。然后甚至我到后面接受到的程度是，我跟老板提议我要去摆摊，因为我觉得摆摊可以看到超多人的，但这个是我偷偷去的，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店里，我是被封闭住的，我觉得我没有成长。可是那既然我都要去打工，那我为什么不做一点跟演员有相关的事情呢？就是观察人，所以我才去选择定期去摆摊，看上班族。看任何东西这样，所以路人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会有认出你来的。可一开始很超排斥，就是心里会有一种，之前甚至有人讲说你怎么在这边？对，就是你怎么没排戏？你怎么在这边？然后我就说没有工作啊，就工作这样。你说你花了一些时间去做调试，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？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做认真生活，因为好多我喜欢的演员啊，都说他认真生活然后我现在才知道，可是很可怕，就是我在做每件事情，我现在在学会找一件事情的目标，就是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一个表演如果没有目标，它会非常空，你不知道这个演员到底要干嘛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做每件事情，生活的时候，
我就很享受，我想要干嘛，我准确的目标在哪里，就是慢慢从这边东西找到方向，这样。你刚刚说认真生活，也认真恋爱吗？我很认真，在恋爱这一块我很认真，即使知道会失去，因为我自己谈恋爱会把它当作他一定会失去，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爱他。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观点，因为我觉得一段感情你要走到很后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心理建设要建好，就是这段感情总有一天会结束，就在当下，开心快乐。没有，就是我谈恋爱之前一定会建设这个东西，要不然我觉得分开太痛苦了。然后我后来把自己恋爱解读成一个任务，就是这个人是老天爷下来帮助你成长的。那这个人任务结束了，他就离开了。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有这种对于爱情的一个想法？电影，有一部电影是《真爱每一天》。然后我看完那部电影的感想是，命运跟运气是不会改变的，可是你当下的信念是可以改变的。因为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场恋爱，你会觉得你失去了这个女朋友；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任务，你会觉得你得到了什么。从上一段感情关系当中，你学到了什么？沟通，沟通比什么都太重要了。而且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包容很好，可我觉得包容不好，沟通比包容更重要。因为你自己想啊，如果你包容，你就一直在变。你包容你就没变，可是他就一直在变。因为你包容他嘛。所以到最后你们的观点会变得很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在这场恋爱，我学到的是，你们应该互相沟通，一起成长，而不是你一直让他包容，你一直停在原点，可是他一直在变。所以我觉得你说在这一场恋爱学到什么，我觉得就是沟通比什么都太重要了。所以上一段感情算是你以包容居多，是吗？都有，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蛮多的啦。两个人的一段关系里面，其实两个人都要平等，两个人是一个平等的状态。如果是一个人比较高，一个人比较低，这个天平就不会平衡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那你是这样子的状况吗？上一段是，就是我很想跟他讲什么，可是他就很坚持他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变成说要自己吞下去这个东西。但我是一个很能吞的人，可是久了才发现，没有，他其实都在你的身体里，你就是会介意。所以沟通，你不去沟通，怎么能成长？其实我觉得你的样子看起来比较大男人主义那一种。没有，我超不大男人。真的吗？超不大男人。我比较小男生。对因为年纪还轻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，其实慢慢的也会啊，但是也听说你喜欢年纪比你长的。其实也没有一定喜欢年纪长，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。吸引你的是他的外形还是其他的部分？你说外形没有，我觉得是骗人，因为我觉得人都是外貌协会，只是多跟少而已。然后我自己觉得是，我也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就是很奇怪，就会喜欢上自己比自己大的，可是没有一定要。你开始一段感情都预期着它会结束，对，到最后会想走入婚姻的这一块吗？我是会的，但是它可能又会结束，一定会结束啊！你看生老病死，怎么可能不结束？结束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，可是我还是会用尽全力去爱它的。每一段感情都这样，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。哦，你是什么星座？我双鱼座。但是双鱼座其实他有选择性障碍耶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朋友在点餐，我们试镜遇到，然后点餐，两个人点不出来。我说你什么星座？他说双鱼。因为两个都是双鱼，两个都双鱼，然后我们两个点餐点不出来。所以在爱情方面是这样哦。在分开的状况之下，通常都是对方还是你提出来？每一任都是对方。对方，我没有主动提分过。他们给你的理由通常是理由吗？我觉得分手没有理由，对我来说。分手没有理由，但是你就默默接受。就是人家都愿意讲这两个字，你强求没有用。所以在分手是算干脆，
但是又很痛。我自己觉得就时间到了啦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，我觉得没有理由。曾经有几段感情过，到现在前面4段都有2个月而已，1-2个月，然后第5段3年。我觉得你只能算只有1段吧，应该算，因为对啊，因为没有磨合过，前面根本没有磨合过啊，怎么能叫？我自己觉得不叫感情。因为我每次都跟人家说，你没有交往3个月，就是 dating 3个月以上，不能称对方是女朋友或男朋友。对，怎么知道彼此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算是，我觉得算是第1段吧。我自己就是我的初恋这样。对啊，我很开心，我有那段感情。对我自己很开心。对。过一阵子之后，有一个新的演艺的规划了嘛，对不对？规划嘛，对我自己给新的1年的希望是能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好了。眼前的事情就是眼前，不管是表演，或者是工作，或者是这个角色，就是像很多人说，我希望我明年可以红，或者明年有几部戏，但我自己的期望是我希望我能做好眼前的事情。24岁而已，真的是对。下次红的时候再来一次吧。希望可以再来。